你刚被告知这辈子都不能出国，但你却开始打包护照、换汇、查机票、学语言。朋友笑你疯啦，又不能去，准备干嘛？但你却说，有一天我的孩子会去，我现在预备，是因为我相信那天会来。这听起来很傻，却正是神在民数记15章1到21节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。就在上一章，以色列人因不信而拒绝进入迦南，结果神宣告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，直到这一代人都死去了。但接下来神却对摩西说了一段话，当你们进入我所赐你们居住之地，不是刚说他们这一代人都进不去吗？怎么马上又在讲你们进入那地后要怎么献祭？这是神的奇妙，他正在训练一个民族，即使还没到应许之地，也要预备好进去之后要怎么活。他教他们一套进迦南后献祭的方式，提醒他们未来的生活要以感恩为核心，并且不论是本地人或外人，都要遵守同样的律例。萱萱是一位高中3年级的女孩，喜欢写日记、画画，也喜欢幻想未来的生活。她的笔记本里有一份未来礼物清单，上面这样写着：给我未来的老公一封信，要他记得，无论他现在在哪里，我都在为我们的未来祷告。给我第一个孩子一个自制的故事书，要讲妈妈在你出生前梦见你的那一天。给我第一栋家，一幅自己画的家门图，要贴在进门口。有一天，她的闺蜜敏珊看到后，笑着说：萱，你好浪漫哦，但你都还没有谈过恋爱耶，这些会不会太早啦？萱萱笑了笑，可能吧，但我觉得预备不是因为我已经到了那个时候，而是因为我相信我会走到那里。他说的云淡风轻，但背后其实有一段故事。萱萱的爸妈在他国中时离婚，家里经历过很混乱的一段时间。他曾经深信幸福的家根本不存在，但就在教会一次冬令营中，他听见牧师讲，神不是用你的过去决定你的未来，他是用他的应许带你走向新的命定。那次他在祷告中对神说，我不要活在父母的失败里，我要相信你给我一个新的未来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开始为那个还看不见的未来预备。有时候他也会怀疑，甚至哭着问神，真的会有那一天吗？还是我只是自己在做梦？但奇妙的是，当他越是预备，他的心就越踏实。他开始学烹饪，读心理书，学习怎么照顾别人。他说，也许我还没成为妻子、妈妈，但我可以先成为一个健康、成熟的女人。有次青少年牧区办讲座，请他分享生命故事，他拿出他那本礼物清单，很多人听完后都流下眼泪。有人问他，
你不怕这些准备最后派不上用场吗？他微笑着回答，我预备是因为我相信神说的，我赐给你的未来和指望，就算我看不见，但他看得见。神对那群明知进不了迦南的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了那地，就要这样献上感谢祭。这看起来像是对牛弹琴，对吧？但其实神是在建立一个属灵习惯，即使现在看起来没有希望，也要活出盼望。你有没有也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处在人生的旷野时期？你觉得前路茫茫，应许好像只是幻影，但神今天对你说，你要开始预备，因为我对你有计划。它不是叫你凭空幻想，而是要你带着信心的实际行动，预备一个神说会来的未来。预备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将要拥有。